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好文哈。今天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那今天的题目是，谁正在为你着迷？哈，这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点像是谁正在偷偷暗恋你了。好，来，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等一下要近看的时候，如果你想看清楚一点，可以按下暂停。好，这是第一张，宝剑2，剑2。好。因为有时候按暂停的时候，符号会挡在中间，所以我们来旁边看一下哈。好，宝剑2。好，第2张是圣杯9。好，好，第3张是正义牌。好，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哈。我想你们都应该非常会选了哈，就是你的眼光很难离开哪一张牌，那就共振最强。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来，我们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正在为你着迷哈，也可以算是说谁正在偷偷暗恋你了。好，类似的题目，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看5张牌，看看现在的情况，你跟他之间的能量的发展，或是他是否有任何特别的行动或各方面的，我们来捕捉一下哈。来，好，第1张，好，第2张，好，第3，这牌蛮大张的哈。第4，好，第5，好，然后我们先来看这几张牌哈。从圣杯国王开始哈，他喜欢你蛮久了哈，然后，他喜欢你的，应该说他对你着迷的地方哈，应该是跟你在互动接触之后，被你某一些做事的行为，或是你某一些观点，或是你的谈话气质上面，掺入了很多的崇拜感，然后进而进化成，也不是说进化了，他慢慢以为他是崇拜你的，可是他不知不觉已经深深的喜欢你，为你着迷了哈。他喜欢你的元素，我觉得很复杂，不能说很复杂了，可以说很复杂，或者退一点讲，说有一点点多元，至少2样。一种就是情人间的喜欢，另外一种是对于你很多的表现的一些，给他带来一些冲击、惊讶的一种崇拜。他有的时候像是你的粉丝，很崇拜你，但有的时候又会达到跟你一个平衡的状态，然后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你的恋人他有很多情况哈，他在你身边应该跟你互动的频率蛮高的。然后，但是不限任何形式了，网络上啊，平常跟你交谈或什么的哈，我这边感觉到的频率的流动很高，所以它算是你平常日常中应该是不难接触到的人哦。那你们的交流上不会只是单一的，你给他什么，可是大部分时间，你虽然跟他相处或什么，你会觉得也是有所收获，相处上好像也不错，常常有一些交换哈，就是说分享一些心得或什么的交换这样，但能量上的分布来讲，他获得的更多，其实他的状态有很多时候是一种探索式的，他可能会对你做蛮多的提问，他只是希望得到你的回应，因为你的回应大部分都会影响到他的观点。在他的位置上，他已经深深的受你影响了啦。
好，因为他在某一个契机点的时候，已经确定你的想法跟你的看法是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而且对他已经造成了蛮大的影响。所以在某一个角度上来看，以他的角度看你的话，他的这关系已经僵化了，也对他有非常高度的影响力，他有点无法自拔，他没有办法控制你的一言一行对他的影响。他是在某些情况会把你当成是一种模板、模仿，因为你做的很多事情对他的人生观点跟价值追求来讲都是对的，而是他没有探索到的，所以我才说他对你有很多的崇拜，然后有很多的喜欢。这一个人要成为你的恋人的路还很长，还有很长一段，因为他还是很难从比较高的崇拜的比例上变为恋人的。他其实心中也有期盼，说如果能跟你在一起有多好，可是大部分又被对你的崇拜所淹没，因为你的影响太多，所以他必须要到他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在他的心态上是跟你平起平坐的。这个用词虽然不好，但是比较好解释了哈。因为你现在对他来讲还是一座大山，所以他喜欢待在你这边，可以跟你说话什么的。可是我这边觉得会有一个契机点，是他必须有一阵子需要离开你一阵子，自己去成长，自己去变化成他自己的样子，再回来之后，他在遇到你的时候，这一个平衡才会完整的出现。现在他在你身边，真的会太像一个小粉丝啦。并不是说没有未来性，说要变成恋人，其实有，只是还不到那个阶段。对他来说，他现在就算跟你告白，想跟你在一起，可是他会一直处在一种很弱势的感觉里，那你也会不喜欢。你也会感觉到这个感觉会转变成一种自卑或渺小这样。那所以现阶段来说，他还在你附近绕，可是他真的会在某一个时间点，或是我觉得能量上会需要他自己去成长，不要一直待在你身边。但也没有说这个是一定的路啦，一定也有一些路，只是说他在你旁边，虽然成长的比较缓慢，但是也会慢慢的成长到一个程度上，然后也会在一个契机点，他可能也会忍不住告白，也会有这个路径也有，但是目前看起来说是比较缓慢的，就是了。好，那因为宝剑十在这边做的是，他这个转换还需要承受更多的内在有意识到自己的改变。这个该怎么说？就是说，他现在待在你旁边，很多都是复制你、崇拜你、从你这边学习到的很多东西。可是他会慢慢发现，有些东西只是他想学，可是并不适合他。他会慢慢摸索到自己的一个模型，然后变换成属于他自己的样子。这个无关年纪，而是遇到的人之后，他才会开始觉醒，说自己原来有某个样子他还没有成型。可是他待在你身边的时候，他才会慢慢比较跟你的样子比较出来，跟他想要的样子比较出来，知道说原来他自己心底有被开窍的一个自己正在浮出来。等到那个时候，他就会变成是。他会有所转变，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就会大概远离你一阵子，并不是他故意远离你，而是他突然想要比较去探索自己的样子之后，完成了，他会再回来找你，他会再更接近你。这个故事很常发生的，有时候人就会这样突然消失了半年、1年，然后他再回来再整，那他决定是换一个样子。虽然外表看不出来，行为刚刚，可是他内在心里已经有一个样子。那个时候他的心态回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平起平坐的感觉。这词一直我觉得不好，但是只能现在用这个形容是最好的哈。或是说一种对等的气息的时候，他就会跟你告白，或是他会比较多的主动，因为他以前那一个比较渺小的概念就可能会比较失落了。只是我们现在先捕捉到他真正现化，觉得他还没有要去那个彼岸了，因为圣杯10这个位置它有很多的脱壳、飞跃、远渡重洋到一个新的彼岸的概念。它并不是只是一种死亡跟什么都毁灭，它没有到那个，它也有，但不是终点。它才一个脱壳转换，但是它还没有在那个路径上，它还在10的这个位置，但它还没在10的尾端。可是它会有在10的尾端了，可是再等一下。所以目前这个对你着迷的人他还在一个，如果我们说笑一点啦，他可能就是还在一个成为你的恋人的路径上成长中、发展中，那是可以期待的啦。因为这个路径很明显，
然后为了他着想。其实他遇到你的这一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我觉得算是一个课程。他必须要在这个课程里面发掘自己、觉醒自己，原来有一个自己的模样，而不是都是因为你的崇拜或是学习，你说你的影响力所造成他现在没有，他其实这是一个对比的、一个比较的。好，然后如果到了7的时候，他其实他待在你身边，又要隐藏他对你的喜欢或对你的崇拜，其实他是用了蛮多小技巧的。可是虽然常常也露出马脚啦，你可以从他的眼神就看得出来他对你的崇拜跟喜欢了。可是他表现的不太像是说要追求你或是想要跟你在一起，他比较像是他就是真的把他弄得比较像小粉丝了。所以他有一些很多小心机、小诡计，都是为了想要常常出现在你面前，或是待在你身边。这是他现在的那个状态。可是我有发现这个状态已经慢慢的消磨掉了。好，因为他有发现说，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能够自然而然待在你身边，他会变得比较轻松了一点。那他这一份聪明灵巧，慢慢的会转向去挖掘他自己内在，他会回头看到自己内在有一个自己，然后他会被这一个自己所吸引、所控制、所影响，在想自我怀疑说，其实我好像有一个不太愿意被你影响的这个自己出来了。所以才会他慢慢演变成说，他可能会突然消失在你身边半年或一阵子这样子。他可能去反省，就是成长或什么没有，他就是他的能量，他就是需要离开你一下子，因为你这边的能量淹没他太多了，所以他内在有一个自己的能量在反抗。好，来，哦，是哈，我刚刚才说他自己内心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在反抗，其实真的有，而且那一个自己从一开始就是说，他有一个自己，还有一个理自己里面的一个自己。他喜欢你的时候，他有很多被你影响的东西淹没来，可他最里面的那一个自己，其实有一点阻挡，有一点防备心，就是觉得说，其实我太对外去吸收我向往的、我期待的、我追求的东西，所以就会变成说，有种无差别的。从你身上所得到的一些好啊、快感什么的、快乐啊、什么收获，他都会全然接受。可是他慢慢的心里的那一份抗拒，就会觉得说，初期不会感觉到了，但慢慢会开始有点觉醒，就是说，其实他自己被你影响的这些东西，他自己内在各方面，他就其实已经有拥有类似的东西了。所以他就会开始比较说，一定要去接受你的吗？还是我自己就已经很好了？我要把它说得更白一点，譬如说，原本你对某些食物的挑剔，是对你自己是比较好的，是你的习惯。可是他待在你身边的时候，他会被影响说，哦，原来这东西是比较好吃的，这东西是比较不好吃的。原来你不喜欢的东西真的也不好吃。他心里会开始连这种最细节的东西都开始被影响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一个反应说，没有啦，其实我小时候也觉得没有那么难吃啊，我也蛮喜欢吃的。为什么我跟你在一起之后你不吃，我就跟着不吃了？我是打个比方是这种逻辑哦。所以他内在会觉得说，会慢慢会发现说，哎呀，我好久没吃了，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不好吃，我就不吃了。其实有点。然后他就开始偷吃那个东西，然后他就在这种小小的细节中慢慢找回自己。我只是拿这个来比喻这一个逻辑是这样子哦，所以他会在私底下会慢慢的发现说，哎呀，我其实有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你不喜欢做的事情，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在时间上、空间上，他就跟你慢慢拉开一些，但是也不是不好，而是说他因为你的存在，他被启发了，慢慢找回自己原始的那一种比较自由自在的自我。而不是也不是因为在这个人生里或者什么的，突然在某一个端点想要找到自己的时候，发现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所以看到一个像你这样子的人很吸引他，对他来讲影响力很大的人，然后对你很着迷，所以你给他的很多东西都开始深层的影响他之后，他发现他只要跟着你之后，他就能够变得更好的自己。可是当他慢慢想了，他发现说没有，那个更好的自己应该是要我自己去挖掘，而不是去复制别人或者学习别人自己来。他自己也很珍贵，他在一段的旅程中，他就发现说自己的独特性在这里了。好，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今天这个题目，他对你很着迷，没错。可是这一个很着迷的情况在很前端，他要成为你恋人的时候，这一条路，这个算是只是第一章而已。他还在深受你的影响。那我必须说，他这一段跟你在
认识你什么，深受你影响这一段，其实会影响他很长一辈子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他开始忘记跟你相处的很多细节，可是在未来你还是会有一些小细节不断的影响他，然后他会把你当成，他仍然会把你当成是某个阶段，或是未来某一个事项，或是某一种逻辑概念里的一个榜样，或是一个模组。他还是会学习，可是大部分的时间他会留给他自己。那我确信他会到某个阶段会离开你，因为我发现那个能量有自己在偏离了，所以到了某个点他会离开，有一阵子会不见了，后来再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已经很有自己的魅力了。那个时候你也能看到他，他对你表达好意的时候，你对他的感觉会变得比较新。好，会有这个状态，然后等到在未来翻牌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圣杯六啊，圣杯六的牌啊，那种这个圣杯六的逻辑各方面就会跑出来了。未来的牌应该是会发展这个。来，我们对这5张来我们来翻。我有很好奇的东西其实这几张都蛮一致性的啦。对于一个故事线来说，蛮一致性，没有什么高低起伏，让我觉得很难去探索的那我们还是照惯例，现在来一下新惯例来翻一下我对某几张比较有更深的疑问的时候，我们来问问看有什么讯息我们没有摸到那我们选那个宝剑十。好。其实我也想选这个啦，可是因为宝剑7的位置，它算是比较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的，它算是一种可控的意念，所以我觉得就算翻到了他要解释的东西，我觉得都不太对于现在你们两个关系有太大的影响。好，那我来看反宝剑10好了。好。sorry。好，我看一下力量宝剑9，钱币8，简单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他往去寻找自己的路，其实有他自己内在就有这个力量，我们刚前面已经讲了。然后，但他是无意识的。什么叫做无意识？他是不知不觉的内在的某种抗拒会跑出来。只是因为你的魅力跟你现在对他的影响太过淹没他，他还没有找到在这个水被淹没的时候，在水下的那一个氧气筒。但是他内在有一个心情是，他需要找到那个氧气筒，他要呼吸自己的空气是有。那他会找到他那个内在的那一个反抗，会以正健康的状态，慢慢的把他叫醒，然后叫醒之后，他会呈现一种比较正常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状况。这是什么解释？就是说，他会变一个比较健康的态度来看，说：“哦，我很喜欢这个人，但我可能不能这么被这个人影响。”好。他会开始有一个正常的想法，就我觉得我有点太渺小了，开始变得很渺小了。这样，他也没有觉得你不好，他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不好，他只是开始发现他自己有个内心的强大在起来，他不想要自己这么渺小，内在有这个力量在慢慢的浮那因为力量牌都已经出来了嘛，他就非常缓慢的一个力量在推他，是无意识的。然后，当他意识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只会有一个很瞬间的一个挣扎，挣扎什么？挣扎着。挣扎着去判断你对他的影响跟他自己内心的反抗有哪些冲突。就像我刚刚说的，吃的东西，不吃跟吃其实都没有不好，可是为什么会这么想要去抗拒你的观点？他会开始去烦恼这一件事情，他会烦恼出来的说，他去抗拒你的喜好，是不是他不喜欢你，他不够喜欢你了？他会在思考这个事情，会一阵子，可是他慢慢会发现说，没有，这只是两个不同的人的想法，各自独立，就这样子而已。好，可是他这一个冲击会出来一阵子，但还好，但这个只是宝剑9的问题，他到宝剑10后面，他就是宝剑10是他一定要过的关啦，所以宝剑9出来只是宝剑10前面的一个顺序而已啦。所以他这里在解释，只是说他现在可能在宝剑9的困扰中，或是他将要进入宝剑9的困扰中，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到宝剑10，也没有要准备去渡船到彼岸，还没有，所以我才一开始说这段路还有点长，是这个意思哈。那只是说钱币8再说，他这条路是必经之路，而且是非常有收获的
而且是会公平的给他该拥有的。好，其实这件事情这边讲出来，其实前面这里皇后牌这里就已经有说了啦，不，国王牌这里就已经有说了啦。国王牌这里就已经有说了，就是会给他有一些公平的获得，就是会控制的好好的，不会偏袒任何。这个意思是怎么说？就是说不会只让他在这边挣扎，没有给他礼物啦，不会只让他这边挣扎，然后自我悲伤或是难过的离开你一阵子，不会啦。他是会，他所谓的公平的意思是说会有收获等着他，他也知道会有收获，所以他忘了，他先离开你一阵子，因为他发现探索自己的价值出现了，所以他这一个国王牌在这边的公平是在这里，来好，好，我是觉得目前的能量看起来要成为恋人是比较弱的，必须他要再回来一次，有未来性，因为我发现他跟你的连结水能量的连结是蛮好的，其实是有可以成为恋人的情愫在，只是现在这一个阶段只是还在路上，还在成为你的恋人的路上而已，不然圣杯九。圣杯国王在这边压着就没有意义了。他这边国王压着就告诉你说，这个故事线确实是往恋人那里去的，可是他是有一个理智跟理智跟国王在控制整个发展，他必须要让这个发展是平稳的，所以我才说他在这一个路上，他必须要经历这个，他必须要稳定的成长，成为你的恋人之后再回来，或者成为一个可能成为你恋人的人格或是内在观点态度，他才能够回来跟你告白，或是跟你表达示好，因为现在他的能量跟他的自我都太渺小了，他无论有没有跟你告白，他都变得太弱了。你也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你也会觉得有点烦，有点没空气，因为他有点太挤压了。好，来，我们再看其他的哈。差点拿错，来。好，一样哈，3张星星哈。圣杯5，就直接翻了，我们这次就不压了。好，审判牌。那，我再翻一张哈，我觉得我可以翻一下。这里我就先压着，记得等一下要翻。从这里来说啦。他要成为你恋人的这一条路，确实还有一段，还很远，而且他必须可能会有1到2次的开窍、跟升华、跟提升。现在的他就是说，他如果等级来说，我们用很粗浅的用等级来说，他可能要到1、2、3级的时候，到第3级的时候，他有比较好的能量、比较好的自信、比较好的勇气回来跟你告白，想跟你在一起，这个能量才会跟你比较合，也是你会比较有吸引力，对你比较有吸引力，比较舒适的感觉。可是他现在可能只在1，因为他这个我看到他有一个1、2次的叫转换，所以因为星星牌都出来了，你不会是近的东西，星星牌出来了，又加上了审判牌出来了，它就表示它有好几个段落要上去，所以它这一个段落跟自己内心的挣扎跟演变，它需要经历一段。他现在真的处在一种粉丝角色太强大的位置，他必须要再去绕了一下回来，才会成为你可能眼中的那一个自己。那，我只能说这3张算是把它抛远了，把他的人在某一个时间把它抛远了，然后这个远的时候，他会去实践很多我们刚刚前面说的这些东西，那就是他的另外一个旅程会开始。那跟你没有关系，他离开你这一段的时候，你还是会过你自己的线。其实你现在的状态也是你在过你自己的故事线，他对你没有太多的影响，你也不会看顾他太多，因为他这边连接你的那个感情线跟他们都没有连接到，他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朋友线，再附加一个粉丝状态。那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你都非常做自己。可是这边要提醒一件事情，现在这一个阶段是你最能够感觉到你自己，也能够发挥你自己魅力的时刻。后面可能会有一个落下来的时刻，会有一种自我怀疑的阶段，这是
我这边看到的一个基本的上下走的路线。你现在所对它的影响各方面都是因为你现在的个人内在能力散播的气息可能都非常强，但是表示它有可能会快到顶峰了，它还要再下坡一次，所以你可能要有一点心理状态要再强壮一点，就是说未来你可能会有一种自我怀疑的阶段，因为你要迎接下一次的升级，那一个下坡的时候，它就不会在你身边，它也不适合在你身边。所以这个时机会变成是两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里面有所提升，然后在下一次见到的时候，你们才会比较对，你们才会比较一致。因为我刚说他会做至少2次的升级，你现在可能也在2，但你要进入3。因为他现在在1，你在2，所以他才会有一种他很渺小的阶段。但是你开始要进入3的时候，他也会在另外一个路线的时候再升到3，然后两个就会见到，就会知道彼此的魅力跟彼此的吸引力在哪里。你们现在其实是有所谓的吸引力在非常底下，可是他就是没办法对齐，很难抓住。你就很像是一个要往上飘的气球，可是他的手跟他的力道去哪连这个气球他都抓不住，或是风筝也可以说风筝，他没有办法掌握住，他必须要再去绕一圈，他才知道那个劲道，才知道怎么抓住这一条线。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来，我们再看下面。我尽量就是一直照着我要翻的顺序翻下去，先不要看过时间。我其实有时候会担心讲的太快了啦，然后可以跟你们讲更多，就一下就讲完了。好，那这边在说的是说其实你们两个都有一件事情可能需要做，就是需要再去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因为目前看起来，你们两个都有一种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来历的人的故事线跟文本记录经验知道的不够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够不够多，但这边觉得不够多。他有一点在希望说，在你们下次见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再去多认识一些朋友。好像有很多人的故事，有很多不一样的人，你们都还没有经历过，还没有认识过。他这个点比较像是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更多人的故事，你没有看过更多人，交过更多朋友，听到他们不同的个性在你面前展现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察觉，在未来你们能在相遇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难，或比较不轻易察觉对方的成长跟好，跟他的独特性，是有这个意思哈。如果你知道你交的朋友太少，认识的人太少，知道的故事线太少，如果你要知道故事都是从网络上或什么书，而不是亲自认识人的话，那就表示你判断人的第一时间的概念或什么那个是不足的。这边有说，那个直觉跟身体反应可能会不足，然后会不足以在下一次遇到他的成长的时候，你会不足以感觉到他内在的那个全新的魅力的强大。因为他可能内在非常丰富，而你没有办法被感染，没有办法被吸引。这个是有这个状态哦，并不是说，你每天待在家里也不交朋友，也不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只是在网络上看很多人的故事，或是看小说或这些东西。我不是在贬低这些事情，而是他这边需要的是你的人亲自去在现场闻到那个味道，眼睛看到那个流动，眼珠放大缩小观察人。亲自的看到一个近距离的各种人，去感受各种人在你身边的说话声音大小声那种很生动的与人相处的经验，要再更多。那你再回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所谓的宁静跟喧嚣的差别。还有人很多跟自己一个人的差别。那在这种经验开始有一些丰富性到足够的时候，你在未来再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独特是如何在这么多人里面的喧嚣里面，仍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吸引力，能吸引着你。他现在在你的旁边还是很渺小，因为他就被融入了很多人群里，然后你也只活在你自己的看法或想法里。虽然对他来讲很有魅力、很有影响力，可是对于你们两个未来的相遇，可能这边看起来是有点不够的。这是一个建议，
如果你觉得不自在，或是你不想去，也可以。但它不一定会让你未来跟他错过，没有一定是这样。只是这边做了一个提醒，他讲的是一个在远方更有成果、更有收获的位置前，你应该要认识很多人，或是你可能需要认识很多人，然后去丰富一下。那他这一个认识很多人有很多方法，譬如说你去上个课程，然后认识很多人，或是你去做义工，认识很多人，或是你去参加什么你不愿参加的东西的时候，会你意外遇到很多人，或是意外遇到跟你完全不同性质的人，然后你会在某方面会开窍。好，然后他也有说，在你去这样子去对于人开始产生好奇，对于不同人产生好奇的时候，你会在其中找到一些你失去的熟悉感，以前你喜欢的旧的熟悉的快乐，也会在那边找到。他这边也有在讲这件事情，他也有一种在说，不只是去找到新的感觉，也有一种去把你丢掉遗失的旧的感觉把它找回来。他其实有点在讲说，你内在现在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填补，或是去放一些好东西，好像是在你们两个下一次相见前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哦，不过他现在也还没离开你啦，但是你可以自己先起步就对了。这下面有一些非常善意、有善念的建议牌在这里。然后，在这一个旅途中，在这一个你发现你自己需要再从别人身上去看到不同的人身上得到一个新能量的时候，你会重新定义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会是什么样子的人，或是你会发现自己的独特魅力啦。独特魅力。好，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要说，他这边有在说的，给你一些建议的，放在你的成长的选项提议你的选项的时候，他其实也在讲一件事情是，他如果离开你一阵子，回一圈自我成长，他回来，他不一定是回来要见你哦，他只是回来了，但他会不会看到你，也跟你这一段的自我成长跟魅力的成长有关系。我要说，刚刚不是说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1、2、3集，就是你们两个会在某一个时间串离开，然后需要去变成第3集才会相遇。但是如果你这一段不够升到第3集，还是你迟了或慢了，那就可能就错过也没有啦。我比如说他有这个可能，我不是说这一定哈。但是无论你们有没有相遇，但你这一个建议去认识更多人，去收集更多故事，来提升自己对于人的感受，并没有任何缺点呢，而且就是一个很正面的提升。他甚至在最低线的角度是说，你不一定要亲身去接触，但是你可以好好去感受周遭的人，这也是一个重点。譬如说，你去咖啡厅坐着，你玩手机，除了看你自己的手机或看自己的书之外，你还可以好好的听听旁边的人，观察一下附近的人是如何的多样，而不是只是觉得他们打扰你。你可以好好去欣赏附近的人，每次去一个位置，就去思考一下，在你附近的所有人是多么的不同，与你多么的不同，感受一下他们的声音，感受一下他们的用词，感受一下他们的节奏，感受一下他们的宁静或是他们的嘈杂。不要都只是保持着，我现在在这边做就是安静，我不要别人吵，我不要别人打扰，我只要自己的。没有，他这边有一个学习的企图心，或是一个建议，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周遭的人。想象他们的故事线，来丰沛一下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跟广度。世界没有只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大小，它应该还有更大、更深、更多的声音、更多的旋律。好，这边在讲，那这个感觉这方面你就会有所提升。好，那这个提升是不是要未来跟他很好好的相遇，这是另外一件事。好，只是因为他的这个课程也有一绕了，要绕一圈回来。那只是还好，下面有一些提醒，你不然都是听他的故事，我会觉得有一点匮乏。我觉得应该也有你要进入3级前的一些好的建议嘛。那这边还好有出来，你可以去试看看。好，也不用都是弟子一个人啦，你就慢慢跟朋友一起去，只是多多的放大敏感度去观察附近的人，观察旁边的人。好，那好，来我们来翻一下你们的连结哈。连接的部分的话，我用别的牌来翻。用这个好了。来看一下你们两个
能量连接的一些性质啦，为什么要相见哈？那你在他人生是什么角色？他在你人生什么角色？然后，如果你们真的非常近距离相处的时候的状态会是什么哈？好，先翻这两个三哈。其实你们未来如果真的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是非常协力状态，互相帮忙能力很强，哦，你们频率很合，然后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工作伙伴，也可以成为很好的伴侣。你们是一种复合型的关系，哈，每一种角色你们在彼此身边都可以做得很好。那你们的相遇，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对等的角色需要遇见了。所以他这边有下一个定义，就是你们如果成长的幅度跟阶段不太一致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在一起的。所以你必须要成长到一致的地方，才可能会相遇哈。因为他那个火能量好像需要你们拿出类似的能量，才能够彼此达到一个平衡啦。没有办法谁拉着谁，谁比较强，谁比较弱，谁带着谁，这关系不是这样子。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哦，还好你们真的相处，未来真的相处起来的时候，就算有一些想法上、概念上的冲突不同，可是你们两个会处在一种冷战，或是处于一种先安静下来的状态来处理。你们不会大吵大闹，不会有激动的冲突，不会有言语上的辩论或什么，你们就会觉得好，我们就好好思考一下。你们会处在这种状态的相处哈，这是你们的相处逻辑。然后再翻两张。那好，看一下一哈，好，这边没有太多的讯号，还是一样，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规律的成长啦，好，才能够让你们在比较好的世界里，未来的某一个状况里相遇。好，然后那个时候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其实有一点点返璞归真哦。你们经历了很多很复杂的事情之后，就最后一点返璞归真的状态遇到彼此，好，会有这个状态哦。所以，如果你心里或各方面还是觉得世界很喧闹，还很浮动，还很燥，还是很想出去玩，很想跟见朋友的话，那可能还没到那个阶段，好，还没到那个阶段，也可能也还没有要跟他很适合在一起。不过，我这边要留一个小小的空间说，他这里讲的，也许这一个人，他有一天会去绕一圈，变得比较成长的人回来，但不代表回来的一定是有他。这里也有可能在讲说，当你这一个成长，就像我们刚刚讲1、2、3级，你变成3级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跟他成为3级类似的能量的人，但不一定是他。他这里只是给了一个象征跟启示，是说，当你慢慢成长到3级的时候，你就会在3级的世界遇到跟你符合的能量。只是因为这一个人跟你的水能量连接的比较深、比较长远，所以你在未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看到他。好，他给你的感觉会比较顺。那其他的人可能会有点太新，然后有一些新的适应，可能会在你未来遇到的时候类似的能量，你可能会错过，或是会不在意。然后他再回来再出现的时候，你会比较在意，你会比较有感觉，因为他有一些熟悉度，就像我刚刚讲的，会有圣杯6的状态出现。好，那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希望给你未来一些方向感哈。那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好，我们继续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用这个。好，这是今天的牌哈，来，今天的题目是谁正在为你着迷，谁深深对你着迷哈，然后也可以说是谁在偷偷暗恋你啦。好，但是着迷的定义比较广泛哈，可能包括蛮多性质的。那我们来听看看哈，因为通常这一条故事线都会慢慢发展成恋人关系哈。好，来好。来说5张哈，来看一下基本的能量的流动哈，能量的结构啊，5张。好，第2，来第3，第4，
好，先这样哈。钱币七哈，钱币七，好，这个人哈，他对于你的存在，你在他附近的存在，其实他蛮不安的。那他又很喜欢你，他对你的不安是因为你所带来的很多的样子啊、观点啊各方面，对他来讲都蛮冲击的，也蛮陌生的，就是有点挑战他原本对于世界的想法啦。爱情观、生活观各方面都是，所以他待在你这边的时候，他常常有一些不认同，可是又深深被你吸引，因为这些不认同相对于他所认知的世界来说，又充满了吸引力，所以他心态上其实是一个该怎么说？他有一个广度，很愿意接受这个世界上一直多元的变化，跟非常不一样、种类非常多元多样的一个世界，他非常愿意去看到、探索。那至于接不接受，他每次遇到跟他原本想法不太一样的概念或是什么，有点像是在他的世界里比较奇异的、特异的、另类的方式出现的时候，他都会有点抗拒。那他的性格本能的状态了哈。那一份不安跟什么，他就会有一点点挣扎。但是通常他在进去了解一下之后，他会对于这一个的不同跟未知性，就又开始充满了好奇。这是他的性格上的常常的转来转去啦。所以你的存在也有这个定义。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发现你有很多的想法、说法、态度、语言各方面都不是他的逻辑，然后他有点抗拒，然后他又很喜欢，就有点 M 属性啦。如果要用比较肤浅或是比较浅，不能说肤浅啦，比较浅、比较大众的说法，可以就给它归类在比较 M 属性就对了哈。没有要贬低 M 属性这个讯息，只是说我在用比较简单、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语言来说的话 ，M 属性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方式才能够激发他对你很多的想象。好，因为你各方面，如果你很做自己那你表现出来的各种，也不是说你的人本身很灵活、很多变，也许你是，但也可能不是哦。因为处于这种人很多，只是相对于他的角度来说，你很特别。特别是一个很好的形容，但其实另外一个形容比较负面形容就是你很怪，但这个怪又吸引了他。那他常常在亲情上有被你玩弄，你没有刻意玩弄他，可是他跟你相处，他心情上又很被你玩弄，就是你好像今天觉得这个是对的，明天又觉得那是对的，然后今天觉得你喜欢这个，改天又觉得这个那个，主要是因为你很受你的直觉跟心情去影响你的决定，你没有一个规律，你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你喜欢很有弹性，你很喜欢你不喜欢那一种很一致的答案，你喜欢说，今天我喜欢这个，明天就不喜欢了。当然，因为中间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我隔天就不喜欢了，并不代表说我昨天喜欢是昨天喜欢，今天喜欢是今天不喜欢是另外一个自己，不是？那是因为你有很多细节你不会告诉交代啊，可是你很接受事情，可能会常常变化，然后被说服啊什么的。你喜欢东西有弹性或变化无常啊，有点像变色龙的感觉，但他有点难适应。他觉得为什么常常会有一种颠三倒四的感觉，变化无常的感觉？可是对你来说很自然，对他来讲却觉得到底是什么？他充满了疑惑，在抗拒与接受、欣赏与厌恶之间在挣扎。他有这个，所以他很难从你附近离开，他就很喜欢在你附近。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很喜欢，但他就会一直被你吸引住。好，那其实他这一个对你的感觉上的一个躁乱呐、混乱呐，其实，他自己心里有，我觉得他自己心里有自己的朋友，有他有 A 的他、B 的他、C 的他在跟他自己做朋友，所以他自己内在会有一种衡量，他就会常常有一种自我心理的对话，跟自己说，其实这样也不错，也没什么不好。另外一个经理就说，没有没有没有，他这样不好，所以他自己常常在心里跟自己打架了。他就是一个心情上有很多逻辑在吃变的人，所以他外在看起来很冷静，可是他内在有很多判断。然后你之所以吸引他，他对你这么着迷，就是因为你很难判断。好吗？你很判断，在精神上很难判断，在逻辑上很难判断。也许你觉得你其实没有做任何特别的事情，可是对他来讲已经很复杂了。这是两个世界的对应所出来的答案啦。所以并没有说一定是
我跟你说，它这个比较的结果，它并不是说你一定是非常混乱或是非常特别，只是相较于他的想法里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了哈。来，那我刚刚已经说他是内心在打架啊，确实是内心在打架，他在跟很多的自己在内心在打架。我觉得我原本以为这个教宗牌已经让他内心打架的状态已经很严重了，就他在深层的内心还有更多的，我觉得他需要整理的一个概念是，他不能那么轻易的就相信某种真理、逻辑、概念是一辈子要追求的。他有一种很奇妙的信仰，有一种很喜欢追求某种真理跟定义人生的概念的一种性格。我跟你讲，就是因为这样子，你该说他保守吗？还是他一直在去找寻前卫？我也不知道。可是他就是有某种执念，想要一种很特别、很新、很与众不同，却又好像是某种真理。可是这个真理又很像是传了几千年了、几百年的一种真理，永远不变的。他就在这种矛盾里挣扎。所以你的出现的时候，你的这个变幻无常，一直在打破它的规律，跟好像有种节奏。我再强调的是，你可能没有觉得你变化无常哦，但是你的表达，在他的时间线，在他的敏感度来说，就是常常变来变去，他很难捉摸。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对他来讲很难捉摸啦，然后他很失控，他在你面前就有一种磁场被打乱，然后他在你面前是会有一种以为自己施展的很好，表现的很好，可是又觉得好像没有起不了效果。跟另外一种就是遇到了喜欢的人，完全没法施展自己的表达不一样，他这个是他努力的施展，他也觉得他施展好，可是他好像没什么效果，好像你这边没有吸收到，你这边没有感觉到，你就觉得OK，所以他这边就很像他施力付出的很多感觉什么，你在那边都没接受到，所以他心里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喜欢。就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其实最爱你的人，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最恨你的人，因为他经过了2次的转换，他从爱转为恨，恨里面又包含爱，所以他其实有2倍的爱在喜欢你。所以他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他在你身边，我觉得他蛮有趣的，因为他可能是你身边里面会把你做的事情放得最大的人，看得最仔细的人。也许在未来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会是最了解你的人。你可能连你自己的盲点或什么你都不知道，可他看得却一清二楚。他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存在，我觉得还蛮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这5张有没有什么非常好奇的位置，我要来翻出来看一下到底是在说什么。来，好。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我应该要翻宝剑9，但我觉得它很好解释。我想翻这个圣杯，我想看他到底怎么整理他的喜欢，或是他应该要怎么表达他对你的喜欢，或是他一直迟迟不会表达对你的喜欢，然后只是一直迷恋着你这方面。我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细的东西。你会发现，其实我常常翻就翻头尾跟中间，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比较像是最远的距离。好，先看这样哈。我想一下哈。圣杯皇后讲到骑士哈。我们先撇开他一直有在自己内心搏斗这一件事，因为刚才已经讲很多了，这边又再强调一次，那没有关系哈。不过他内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水能量在控制着他去思索这件事，其实他内在并没有很躁乱，并没有很喧嚣，他其实是在一个稳定的。我跟你讲，他在思索他跟你的关系，跟你常常带给他的一些奇异的，他让他搞到很混乱的。他在那边想了，他深受你着迷的那个情景，可是其实不太像是一个车水马龙的马路、十字路口那么吵。他的心境像什么？他的心境像是一个人打坐在一个很安静的溪流旁边，他坐在那边盘坐着，思考着那些水下面滚动的石头，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像水上一样那么平静？他是在思考说，为什么平静的水还能够把下面石头打得那么滚动？看起来好像下面的石头滚动的非常的喧嚣躁乱，可是其实
整个表面上跟大自然上却是一种很协和的宁静。他的状态是这样，他是这样子在思考你的，他其实不太能具体形容这个感觉，可是他每次其实看到你、遇到你，就像刚刚我讲的那个画面，他其实是充满宁静跟平衡的。他不知道，他被这个宁静跟这个平衡所吸引住，因为他下面有一个很稳很稳的水能量在你们两个之间在做流动。可是他一直以为他是有点像是宝剑骑士一样，充满好奇心、充满探索心、充满主动性的整理跟逻辑性，这样看你跟看待你跟他的关系，而且他有一种强制性，在把他的感觉排列组合，去搞清楚他对你是什么感觉。其实他不需要，其实他。无论他这么有意识的做这些，可他心境各方面都还是这种安安静静、平平稳稳的，在观察一个水下的石头的流动，会有点吵闹，会有点无秩序，可是都还是在一个安静的状态下看你。其实他一直在这个舒服的情境下，在旁边偷偷看你，然后喜欢着你。他不太知道他到底是喜欢这个情境，还是喜欢着你，他有点还是搞不清楚。好，但是他远离你比较远的时候，他就又觉得好像离开了这个大自然，离开了这个平静。所以他会慢慢的我觉得他会慢慢的觉醒，发现他喜欢待在你身边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一个很疗愈、很舒服的感觉啦。只是他现在还没有办法诠释成这样子。好，来，那我再对其中一张翻一下好了。我来看一下这个好了啦。我对他有点好奇，他一直吸引着我，因为他是教宗牌，可是他一直让我想到的是女祭司2。不知道是这个画面的形象很接近，还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就是有女祭司2的成分。因为我发现它其中的那一个宁静后是被女祭司影响着，有一个女祭司的气氛影响着，不一定只是圣杯皇后。我来翻看看还有什么讯息还我没被我看到。太阳星星，钱币7，我看一下。也难怪他内在一直在有所冲突啦。因为他一直在觉得你其实对他影响蛮大的，他喜欢你有一些正能量，或是有一些很积极的态度，他喜欢。可是他又因为你的态度跟你的表现跟他原本的价值观有点冲突。应该怎么说？就像你表达了一个他不认同的意见，可是你表达的态度跟精神又非常的正面、正能量，很相信自己。然后可是意见他又没办法接受，他就在这一个接受跟不接受中间做很多的挣扎。就像太阳跟星星盘在这边所做的那一个，好像很远又很近，好像感受到那个热度，但是又好看得到，又好像摸不到。好，就很像太阳太阳其实离你很远，但你却感受到得到那个太阳的热度。可是星星看起来好像伸手就摘得到，可它其实离你也很远，它就一直在这种远远近近这种感觉，在感觉你跟它的距离，而且又有一种冷热夜晚跟白天的感觉。所以才会有一种常常在某种他跟你相处，在某种很多他的判断里的好坏跟黑白的，或是正负的矛盾里同时出现。就像我刚刚说的，你用一种非常正能量的方式表达一件他不认同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产生了这种矛盾。所以在情绪上、心情上，他常常被你玩弄到，他就越来越喜欢你，越来越迷恋你。他就跟你说，他是有一种 M 属性嘛，他就已经有点被绑住了啦，被绑住了。那如果是叫钱币7的话，这边又出现了，又再讲一次，就是说，那一个未知啦，那一个他怎么去探索你，怎么去找到你在他生活中的定义跟位置角色，他怎么去探索，怎么去找，他只会找到一些不是答案的答案，或是他根本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他就是因为一直找不到，所以他才特别去追求。他会这么追求，是因为他知道他觉得有答案，所以他才要去追求。但是你给他的讯息各个方面，其实你没有在给他答案。你是很自在的活在你自己的魅力，不是魅力，你的个性里，然后各方面。可是他却一直觉得这些都有些定义、有规则，可以被排列组合出为什么你是这个样子。可是其实你没有，你只是很自在的在觉得我觉得这样子最舒服。他没有抓到这个重点，他没有抓到那一个放松的重点。但是他其实每次接近的时候，他那个放松的状态就是答案，可他还没有找到。他最后会慢慢发现说，其实我只是喜欢这个氛围，而不是喜欢这个人带给我的任何东西。不是那么细节，其实是一个大体的、很整体的感觉。他慢慢才会发现啦，当然还要多久不知道，但路径是这样。
我觉得他如果听到，他会立刻被启发，可他听不到我说什么。那我们当从旁观者再好好观察他。那你能不能发觉他？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知道我在说谁。那如果也没有关系，反正他后面会慢慢的浮出来。那他现在会不会成为你的恋人？会不会对你表达？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他一想通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他其实是另外一种喜欢你，他不是迷恋你，他其实是已经深深的喜欢你了。当他发现的时候，以他这种性格的浮动各方面，他其实会跟你说，会表达得很清楚。只是这个阶段他还在一种混沌阶段，有一种迷离状态，有一种看错目标的状态。好，就有点像是说他要射一个靶心，他明明是要闭右眼才射得到，可他一直在闭左眼射，所以他常常就觉得为什么都射不中，明明我看得很清楚。其实它还是有一个距离的差距啦，有一个误差，他还没有发现。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来，我们来帮他翻一些比较理智的位置啊，来定义一下，或是牌面有没有告诉他什么，警告他什么。来，第2张，总算你看。我就一直觉得女祭司牌藏在里面躲起来，果然在最严厉的位置我们先来讲这2张好了。其实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一直有一种收获感跟丰盛感，但他不想承认，因为他每次接近的时候，他都从你身上得到那种非常奇异的不同的另类的想法。其实是只是差异于他，但也许你真的很特别。那不管反正就是特别啦。那我前面有说，他常常在迷恋某种不一样，他心里心胸各方面，他是一个很求异的，喜欢多元的，喜欢多样性的人他比喻来说，他看动物，他不会只是看说只是什么猪啊、牛啊、羊啊什么的，他在看往近的时候，他会分类成各种多样性，山上的羚羊啊，或是一些绵羊或是一些各种羊的类，他会把它分成比较细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所以他喜欢多样多元细节上的不同。所以你的这个不同对他来讲，每一次的接触都是一个很强大的收获。那他为什么还可以一直这样靠近你，在这些挣扎里感觉到愉悦呢？因为女祭司牌在里面一直在帮他保持最内心的平衡，也营造了我刚刚前面说的，他的心境上就是在一个安静的溪边，看着底下的石头流动，那个是非常需要内在心境底层非常安静的人才做得到的事情，不然他不会在这个常常在自己的观念里跟你的观念在冲突里还能达到那个平衡所以我才一直觉得说，为什么这一张牌第一个翻起来，第一个印象给我看到的不是他，而是女祭司牌。那我再仔细看出来，发现说他是教宗牌，我就发现说不对，他应该有女祭司牌躲在附近，他带领了女祭司牌的那一个讯号。所以我刚开始翻到教宗牌的时候，我第一个得到的讯号就是一种超级内在的平衡极静感。然后我才回过神来说，不对，这个是教宗牌，所以它带来的是一种其他的人格上的拉扯所带来的平静吗？或是有，可是这好像不是最核心的力量。那我在翻到这里的时候，皇后圣杯牌才带来的那一个方向，说没错，确实是有女祭司牌带来的某种水能量、水星能量、月亮能量各方面，就是这一种比较阴性的能量所带来的一种宁静。好，因为它旁边会生出各种牌手，在旁边做一些映射跟角度的映射，所以它会出现这个概念。所以它在影响我的不一定是我看到的，而是我在这一个解牌的这么长的时间下的时候，我得到的一个突然的反射讯号是说，不对，有女祭司牌在里面。所以我后来在整个过程再去找，果然这一个人内心其实是非常平静的，这个是一个这段的结论。所以他没有他外在看起来的疯狂，以致未来你知道是谁，或是你现在已经知道是谁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你看到他的外在这么疯狂，他内在是非常平静的人。所以他在对于你的探索找到了答案，找到了定义，找到了他可以诠释的方法之后，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回到他这个非常安静稳定的状态。那在未来如果你们能够交往或相处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那只是因为现在你出现你的这一个元素，非常非常的冲击打扰他，让他非常震动，让他非常不稳定。每次遇到你的时候，都是一个能量的碰撞，他就有点站不稳。所以他简单来说，他就是很想要站稳，很想要在这个这么不稳的场域里站稳，所以他才会这么迷恋，因为他知道我最终要站稳。可是他其实诀窍是，他放松，他要放松。他放松，相信这个地面，相信这个场域，
相信你，或是在更近距离的去听你，而不是观察你，去听你怎么说，去听听你说话的细节，去听听你的语言，去听听你正能量以外的事情，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不要被不要被你的那一个人格气场，或是所营造的这个语境影响了对你的观点，而是仔细去听你说话的出发点、态度跟你的向往、你的喜好，他就会比较松了。他现在其实还没抓到这个要点啦。好，白话就是他必须要利用他内心那一个最安静的气息，去安静的听你去表达你是谁，这样就好了，而不是他一直在执着于要去定义你是谁。那其实他已经定义你是谁，来去跟他做比较，发现他跟你和他其实很不同。其实他不需要这样子，他其实只要这样安安静静的听你去表达你就可以了，他就会得到那一个疗愈跟舒服。因为这个底层的关系里面，它确实是有这一个讯号，因为他每次来都感觉很疗愈啊，就像我刚说的，其实很平静啊。女祭司派也告诉他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平静的人啊，你怎么会被这个东西搞得这么浮动？其实没有必要，只是他现在有一点出轨了，脱轨了，有一点失去平衡了，找不到自己路径。可他其实再花一点时间，他就会有了啦。毕竟女祭司的能量强大。”能量非常强大，而且又在非常高度理智的位置去约束了他，所以他终究会回到那个平静值。好，来，希望你听得懂这一段哈。来往下翻哈，翻一下，我翻一张看还有没有给他提醒，希望他理解什么哈，或者希望你理解什么。好了，这张牌讲得简单，他在说，他在告诉你。你可以理解一件事情，这个只是你们未来其实会在一起的一个过程。先让他去混沌一下，先让他去变化一下。他现在还在一个成型阶段，不是在成型他的人格，而是在成型他怎么成为你的情人的这一个阶段。他现在对你的着迷，对他影响很大，对他的震动很大。可是这一条路径在告诉你说，其实，在不远的前方，其实你们两个是能够合适的在一起的，不然他不会一直在你附近去观察你，去被你影响，去被你震动。然后他不会对你这么有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你们在某个角度跟某个能量上面，其实我觉得连个性上其实都是合的，只是他现在有一点眼盲啦，他有盲点，他在追求一个其实不是答案的答案，就是他在追求一个到底为什么你们这么不一样？其实你们没有不一样，其实你们你们的不一样不重要，主要是他好像没有静下来去看看你。他就藏在这里而已。他如果经常看着，他就知道说，其实你们没有差距很大，其实你们还蛮雷同的，因为你的那个变化性跟他所追求那一个世界的各种多样变化的喜好其实是吻合的。好，他就会知道他怎么好好的欣赏你，然后你也会感觉到你怎么样好好的被欣赏，差不多有这种契合点。所以权杖四在这边说，其实路也不远啦，就是前面这一段开始要等待一下而已。就是等他一下。好，我们再来翻哈，来还有几个东西我翻一下哈。这个先放旁边。来，我要翻一些我想要的答案哈。我来看看能量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啦，还有对于你们要走的那个方向感来说是被怎么定义的？是用什么样子的性质哈比较？就是我不想要它给笼统的讯号，我想要它再更仔细、更细的东西。直接翻我就不压了。好，你们这关系确实在这个阶段之后需要有一个新的升华啦，还需要等一下啦哈，因为这距离还蛮远的，不太像是最近哈。后面还有一个，所以现在这一个。我觉得你们应该像是朋友关系，这个朋友关系可能还要再一阵子，因为他对你的迷恋，他还没有把它转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喜欢，或是他还没有看清楚，他其实是一个单纯的喜欢里面在捉弄他，他对你是一种很 pure 的喜欢在捉弄他，去定义你在他生活中的位置啦。他太执着于去定义你到底是他的谁，在他的人生里是什么，而且他太用力去看你了，他太用力去看你了。那我只能说啦，女祭司牌
知道他需要静下来看你，但是他需要的静下来的方法是先避开你，先不要感受你，可能要有一阵子都不要听到你的事情，什么他才能够静下来。但是他现在方向感是错的，他其实要有一点反过来背对着你。然后这边有说，他需要有点背对着你，才能够找到未来的新的阶段的方法。但他可能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哈。那也没关系，我们就让他自然发展。他会有一个批发期，他慢慢会有一个批发期，他会发现他无招可用、无计可施了，在人旁边他也没找不到答案，他会有一个批发期，他会自己会有一种他会有一种解脱，就是觉得说，好吧，好吧，好吧，先放着。等到他开始觉得说，先放着了，先不要去想了，因为他心灵上、灵魂上会有点累啦，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先放着，先不要管一件事，你不要太着重于这个感觉，或是他其实会有一些别的事情改变他的一些价值观，他就会觉得他太专注在你身上太久了，所以他会有一点他就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失焦，而不是他刻意的觉得说先不要关注你，他就是会有一些别的事情让他有点失焦，所以他身体就自然而然觉得说先没关系，先不要关注你，先不要这么用力想你的时候，他就会进入一个自然而然的休息状态。而这个自然而然的休息状态，也不是他身心灵在休息，而是他就会先进入一个听不到你、看不到你、感受不到你的状态之后，一阵子，他就能感受到我们说女祭司牌圣杯女王所带给他的那一个，他会回到那一个安静的在河流旁边看着石头轻轻滚动的那一个状态里。那他再回头看到你的时候，就会知道说，有一种熟悉的疗愈的感觉出现了，跟他之前这么用力看你的状态有点不一样。这是他的下一个阶段。等到他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会慢慢进入升华到，他会发现说，他对你的是一种很 pure 的恋爱上的喜欢。而不是那种好奇心，也不是那种磁场冲击到他需要觉得想明白是什么，不是那个，他其实会慢慢发现，那其实一个很 pure 的喜欢。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对你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喜欢而已。我们再白话一点，就是他把对你的感觉想复杂了啦。大致上走向就这样。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牌有没有什么好奇的哈。看一下，这个翻过了哈。你其实那边应该也诠释的非常好。我来看一下这里这里应该有什么讯号？因为它这个转折有点远，它这个讲的距离比跟我们这里距离讲的有点远哦。它不是附近要发生，它是有点远。它有点在就是说，希望你了解，在不久的远方，你们会有在一起契合的状况出现。所以前面这个就不用担心。他在讲，可是他讲的这个距离蛮远的，它不是在附近，因为我觉得它跟这里的情况是有点脱节的，它没有一个很大的连结，它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讯号。所以我把它看清楚，它这个连结是往哪里说。或许它没那么远，可是我就感觉太远，所以我要翻出来看它是不是要纠正我的感觉是，其实这是很近的或什么哈。来，这一张好了，多做一些变数。宝剑哈，5哈，我看到了，突然有很多人在不久之后会有很多人进入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那其中有带来有智慧的人，会给他一些言语上的开窍，因为这个人好像发现他喜欢你，然后他好像有点找不到答案，然后找不到平静，然后对你有比较多的感觉、想法扭曲。他常常跟这个人讲，那这个人有看懂他的混乱跟他被什么影响，所以他后来会遇到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人，告诉他说：“没有，你这个就是一开始就喜欢，然后被打扰，然后你把他想得太复杂了。其实你就是单纯的喜欢，会有这个方向去影响他。那这个人可能是他在工作上的人，跟他工作有关系的人，然后会在某一些情绪上面发现他好像对谁的感觉特别多，然后就对你的感觉特别多，所以他会在后面会因为朋友的关系来帮他变比较，让他厘清这件事情。好，而且是非常厘清的高度的排列组合、高度的逻辑、高度的分析内在，甚至能够分析到他
其实就简单去跟你告白就好了，他就会得到一切的答案了。因为他现在不管跟你多接近，不管跟你互动多少，频率多高，但是很多的判断都是从他自己的。可是其实当他告白了，他发现他对你的喜欢是那种单纯的喜欢，他跟你告白之后，那个情绪感觉会变，那个定义会变，他其实自我的定义会变，他那个复杂度也许还会再复杂，但会换成另外一种逻辑跟题目去复杂化，他就会知道方向了。他现在有一点就是方向不对，去理解你的方向不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哈。希望你听得懂他的意思哈，就是他把你当成是一种奇幻生物、奇异生物去理解。你在他的世界里到底为什么这么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向是错的。那如果不一定说错了，就是有点歪了。可是如果他换成是说，这个人为什么让我这么喜欢？题目换了之后，他去理解这个方式的时候，内容就会不一样了。那这个有智慧的人发现这一点之后，会提供给他。也不能说这个朋友是有智慧的，而是他有可能在某个契机点讲出了对他来讲是非常有智慧的话。或是影响力的一句话，或是一个概念，所以他就开始被影响了，他的方向才会改。这是后面才会再出现的事情，会在这一张牌之前会先发生，所以他慢慢会找到方法，会找到路径，他会知道怎么慢慢的接近你，是用比较温和的、比较安静的他自己。他现在太被自己的某种难得遇见的一种震动混乱所影响，他很想要强制去把它整理成他的安静。但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凸显了他原本是个很安静的人，他慢慢也会知道说，其实他不是一个浮躁的人。他还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思考很混乱的，其实他是一个很容易回归到安静值的人，分贝很低的人。他其实就是内心分贝很低的人，大概低于9吧6，是那种非常安静的，听起来好像是完全没声音的人。所以你的出现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轰隆一响，他觉得他要整理起来，可是其实不用了，他只要仔细的想对方向，想到是喜欢的方向 ，pure 的感觉，他就能够整理起来了。我觉得这一题仍然是有一种我们抓得太早了，可是也蛮有趣的。我们至少知道这一个未来可能会成为你恋人的人，他前面有这一段对你的好奇心疯狂的。我们当听故事来说的话，会觉得很有趣，因为人的面向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转折，他不是一出现在你面前就是那个样子，他经过了这些才变成适合你的样子哦。好，那大致上2号牌就是这样，希望给你一个未来方向感的一些想象跟建议了，很多都是建议，你可以不接受或什么，不一定要接受，跟着做就帮你多一个选项。等到你没有选项或者想不出头绪的时候，你可以想想这里说的方向跟故事线是什么，可能也会在你身上发生，可能也是你能做的选择。好，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来，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在深深为你着迷来看5张哈。来，好，我们一样先翻5张牌来看看最基本的能量的结构哈。好，来。这么早就出这么大的牌哈，好，好，从国王哈。国王、女祭司，还有星星牌，这一组一开始就出大的牌哈，表示我必须说这一个人一开始在你旁边的能量就很强大的，所以我想一下他应该是在你附近的人里面本来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然后能够掌控非常多事情的人，如果是在工作上的话，他应该是你的主管或是可以管理比较多的人。他在你的环境里面，他能够主导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可以带领大家往一个方向去的一个人那他其实是一个内在有蛮多愿景的人，他有很多计划，他比
譬如说他想要去哪里工作，他想要去做什么事，他想要接什么大 case，他想要做什么样的案子，他都会去努力争取。他本身就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在你附近哈。然后他其实外在各方面看起来是非常冷静的，他内心的平静感是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很强烈的内在有一种很稳定的感觉。他虽然很有生命力，但是他不会让人觉得他很浮躁。这边就是对于他的很多很明确的形容。如果你有好奇，你可以想想看你桌上有没有这个人。那但是也有一个缺点，他其实本人也算蛮霸道的，因为他其实自己做很多事情都做得还蛮对的。所以他大部分时间是比较相信自己做的事情跟自己的判断算对的，只是因为他内心有蛮高度的冷静跟平静的，所以他会观察事情，观察得很仔细，再做一个很深刻的判断。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他很霸道决定事情，可是其实他可能会比周遭的人想得更多更仔细。现在讲的很多都是在工作上比较好形容他啦。那在朋友圈上，其实也会有这个概念，就是大家比较想问他要去哪里，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比较想问他意见，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意见比较多，他的意见比较准确。譬如说，他说大家也去哪里去吃东西的话，通常那个地方的食物或什么都不会太难吃，因为他已经知道那个地方好吃，他不会乱推荐，他不会什么。所以不论是在工作圈或者朋友圈来说，他都算是一个怎么讲？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内在蛮优质的人，不随便，跟其他人什么都不随便哈。那他在某一刻，我这边有发现，他好像在某一刻的时候，在跟你相处或什么时候，他就开始偷偷喜欢你了，是偷偷的喜欢你。他喜欢你什么，目前还看不到。这3张比较多的是他的一些内在的东西，一些他的个性啊什么的形容。那如果要再往里面抓的话，我觉得会在星星牌里面抓到一些比较多他的其他的线索。我这边一直有一个讯息是，即便他这样子，其实他内心还蛮孤单的。因为他常常会有一种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理解他真正做事情的用意。然后他其实有比他现在，他有想要做更大的事情，想要去更大的远方，是跟他现在的完全不同。他有可能会突然工作就不做，想要去远的地方去进修去做什么，因为他想学或想什么，他完全没有做过的事。他现在的领域的很多东西都似乎有点没办法满足他因为在星星牌这个位置，他在讲的是他跟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场域里面是用什么建构的，可是他用的是一个星星牌。我觉得他现在待在这里，只是因为他想要往下一个更远的地方去。那不过这里有一个点还蛮可惜的，我觉得蛮可惜的。他虽然现在对你很喜欢有着迷，可是他决定要去远方的时候，他就会去了。他最多的想法，他没有要留在这里的想法，没有要留在这里的想法。他最多的想法是他去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学或什么。他现在这里的想法是这个。那他内心所找到的平衡，跟他对这件事情想过了之后，他得到的内心的平静，就是他还是觉得他要去的那地方力量比较大。那他会想要带你去，但他不会为了你或什么留在这里，因为现在这里个场域里面各方面的挑战，他的梦想或他想做更大更有能力的事情，这边好像没办法满足他，所以他对你的感情的那个水能量，其实只有在初期小小的，就是圣杯1到这里。所以以今天的题目来说，他为你着迷吗？我觉得只是因为相对于现在在这个场合里面，他唯一有一些恋爱感觉的人，就只有在你身上而已。所以相对于其他的人比较起来的话，这个着迷的力量跟其他人是比较少的，比起来就是比较多。所以抓到你这个范围里会抓到他。那他对你的着迷其实有一点偏向于超过好感再多一些，就是如果你们要在一起是可以，但是那个感觉跟那个让他想要去告白、想要去追求、想要去让你很明白他可以照顾你这种概念的浓度还没有到。目前这几张看起来是还没有到啦。来，那再继续往下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国王牌在这里所主导的，其实是他内心里面的一个秩序，然后那个秩序又被女祭司来定义的非常严厉，所以那个秩序是非常平衡的，所以他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考量的核心的力道是非常强的。那你说他在爱情里，他要在恋爱什么要去让他自己做一个大改变恋爱的话，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可能。那
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朋友或工作环境里，他其实对其他人跟对你来说，他对你有比较多的照顾。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就同一个标准来说，你永远都有比较多 BIP 的特权，在他心里，其实他已经都做了。我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了，就是你确实是有比其他人再多一个程度的特权，在他的世界里。来，好，只能说，我低估了他对你的喜欢。他其实看到你跟你相处的时候，有越来越喜欢你，有一种吸引力吸引着。其实这里也有说，其实你对他的感觉也不错。其实他是你的菜，他也是你喜欢的型，他的各方面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喜欢。那但是以他，我们现在只讲他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其实对你很多的条件啊、个性啊、外在啊、品味各方面啊，很多他跟你相处起来都是很快乐，他其实是很喜欢你的。只是他在某一种理智上，跟他的自我中心，跟他对自我的要求的程度上相比来说，他对你的这个情绪比起来，都还是算比较薄弱。只是说我觉得他对爱情这一件事情的，在他人生放的比例本身放的小。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他的人格各方面的能量分成10等份，大概爱情的比例他可能只放到1或快到2而已。所以，如果能满足到1到2的话，那恶魔牌所谓的非常浓烈的感情的话，也就都饱满了。所以才会说，他仅存的1或2的比例已经都放在你身上了。那个好感，那个多一点点的喜欢都放在你身上了。他没有办法，他现在目前没有办法再把它发芽或长大成很大，大到你的存在能够完全影响他或什么的。这是这就是他现在的现况了。那这也是他现在目前能把你放在他心里最大的位置跟最大的容量，就是这样。那反过来说，其实恶魔牌出现的时候，其实他有在说，其实这个喜欢的是两双向的。他对你的喜欢跟你对他的喜欢其实不成正比的，但是你其实也会喜欢到他，只是你不知道现在讲有没有明确的明白到底是谁。基本上我觉得他跟你蛮近的，你仔细想应该想得出来。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在想，那可能这一个恶魔牌的比例比我抓的还要再更小。他其实没有隐藏，他其实没有隐藏因为这里没有任何隐藏的牌，只是因为他的自我中心或是他个人的魅力各方面都有点太大了，所以他很像看起来说他对每个人都还平均的好，可是其实他心底对你的好是比较多一点点的，是多一些的那再来一件事情是，恶魔牌在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不显化的，非常不显现的，是非常藏在很里面的位置，看不出来，感觉不到，不会表达出来，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这里是被我们翻出来，在很里面，他对你有这个感觉，其实你对他的感觉是这样，可是这个位置在非常深的海底或是深渊里，沼泽的最底下，被我们翻出来的这个情书，所以你感觉不到、看不出来也很正常，因为他躲起来了。这个恶魔还是躲在心底的，他把他对你的喜欢或什么转换成一种摊平对大家都好的之中，然后对你有多一点点的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出来，藏起来了。如果恶魔牌今天是在这个位置，或在这个位置，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你会立刻明显的感觉到他对你的喜欢跟好。那他对你的一些水能量放在这里，这里也是一个比较遥望的、遥远的，像是看远方的一颗星星的一个情感，好像是他希望可以对你做比较好，而不是他现在已经对你做的比较多。所以他在概念上，他已经觉得他对你做的比较多一些，跟其他人，可是他并不会一直具体的明显到那么明显到对你做的就是比别人多，不会明显到那里。可是他在他心态上，他知道他有多做了一些。所以以这2张牌来说，我必须说，你要去想他是谁，有可能会想到，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点难度。主要是他不是隐藏，而是他把这一个表现比例压得比较低。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有没有某一张牌是我觉得特别有兴趣的我想一下我来看圣杯1好了，来看一下这个圣杯所带来的水能量的内在有多少，或是可能它还更浓厚，比我们想象中比我抓的更浓厚虽然它本来就在一个很淡的位置啦，它比较像是一种渴望、期待或是想象，
或是一种幻觉，他对你的一种感觉上的幻觉之类的，是从那一种比较空的方式去诠释。可是这里是仅存流出来的一个水能量，所以我们来去诠释，看它一下到底有多少，他对你的心意啊，他对你的感觉有多少内容，我们来把它翻看看。哎，好。好，我发现其实他对你有某些冲动，某些激烈的感觉，可是他收了，他把它至少简化到一半，他没有让对你的感觉消灭，可是他有试着把它简化到一半过。那他一开始对你有这感觉的时候，其实他有点想冲，有点想要跟你说，想要跟你表达很明确，可是因为周遭的人跟他所在的社群，或是你跟他的共同朋友、共同同事这个环境里，他知道不允许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他立刻就收了，在很瞬间，一开始很早的时候就收，把它变成一半之后，再慢慢的进化成就只有圣杯一的能量而已，一直除成累积到转化成一种就初始的那个概念，然后那一个火能量的奔放已经没了，他把它收掉，他把它收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保留一个最基本的对你的情感的一种感受，他没有把它消灭了，但我也没有觉得他在等待时机跟你说，因为他没有让他在成长，他现在跟你维持着一个蛮好的关系，至少他知道他自己是喜欢你的哈。那我觉得真正的关键点还是因为这一个关系圈、这个同侪圈这一个区域里面，目前他知道好像还不允许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或是时间已经慢慢的往前走了，他已经习惯这样子就已经很 OK 了。好，所以那一个一开始发芽的那一个权杖骑士的那一个能量奔驰的冲向你的那一个瞬间，他有感受到，但是现在没有。好，那所以才说回到前面之前，他可能对于他自己的新的梦想要再往远走的话，他最多只能做到问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或什么这些的。但是以现实面来说，现在就只能这样子。往另外一个方式想恶魔牌这边有个方向，其实你现在在他附近有很多事情他都会偷偷保护你了，他会偷偷为你说话，只是你不太知道就对了。那然后他在现在你跟他的关系里面，他有得到一个智慧，他也知道，这是他告诉自己的，他知道说，跟你的关系的分寸拿捏各方面必须要淡化到跟其他人差不多，不能跑出来。这是他在一开始喜欢的时候，他脑袋自己觉醒的这一个智慧了。他其实有能力或什么来去追求你，或是告诉你跟他在一起或什么这些的。可是他后来发现，他自己原本所要求自己的某种秩序跟平静可能会被打破。那主要是因为国王牌的力道很强。在这整个事件里，跟他来说，他的核心是国王牌在做控制，所以他知道这个自制力。还有他不喜欢有嘈杂的情绪。然后很快的就在初期的时候就让他自我约束了起来，所以我觉得在某个角度上来说，对你来说有点可惜啦。其实他应该很早就会跟你告白了，可是他收了那目前他收到现在这个状况，其实已经有一阵子了，因为连命运之轮这个感觉就是已经有点倒退走，他不是往前走，他已经有在某个时间点有启动过了，但现在是属于休息状态，然后停在一种半路上。也不知道要往前走还是继续再启动什么的。那一次的感觉的轮转就先转过那一次，后面会不会再转真的不知道只能说，圣杯一的诠释就是说，他现在对你的状况就真的就只有圣杯一的能量而已，就没有累积，来维持最初的那个内容而已。那我再看看星星牌好了我觉得星星牌好像一直有在看我。好像有些讯号好，圣杯8、7号10，我觉得星星牌带的元素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多很多。不过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这里重复出现了2、3种不确定的讯号。
哦，两三种没有要告诉我答案的讯号，就是我硬是要翻了，他也觉得没有，很多东西都还在想象中，还在渴望中，他并没有一个答案。那如果我在认真的去想的话，都会变成是一种我自己的，就是我如果去刁钻的去觉得他想要去的方向，或是他想要去什么，就是猜想他未来要走的地方的话，他这边都说都是有点多余的，都是我自己附加上去的。所以这三张牌其实对我想要看星星牌内容，它其实有点没有答案。他没有告诉我他背离我，他就是把它打混了混杂了。所以其实我发现这张上没有答案。那我一定要总结出一个结果，他就是说，他自己都还没有决定，他真的下一步要往哪里走的时候，我们这边翻是没有东西的。哦，很多东西都像是没有，就是都有可能，都有可能的意思哈。所以星星牌这个其实是没有翻到答案的。那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是，他现在还会再待在你的附近，这个时间还算有点长，因为他现在下一步还没有想到。通常他的个性是想到之后会开始先整理计划，之后才会再出发。因为国王牌跟女骑士牌这边定义他的人格各方面做事情的方式跟习惯的话，应该他不会突然今天想到，他明天就走了，他不会这样子。所以目前来说，如果是没想到的话，其实他还会在你附近待一阵子，不会很快哈。那这一阵子有没有机会感情会再成长呢？以现在我们看这个牌的时间点来说，几率很小，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空间，都还是有可能有变化的哈。没关系，我们再看其他牌就知道了。因为这样讲哈，这样子抓这个边边角角会变得太空泛了，我们要继续往下翻一些更细节的东西。只是我是尽量不要他再翻一些比较远的啦，翻一些你们周遭关系里的东西。好，好，先说他，应该就他而已了。他其实不久后，我不知道不久有多不久，反正他会有一个突然间的很想要让他现在的生活或各方面重新洗牌，那就很可能就是接近星星牌。我看一下星星牌跟他连接哈。对他这边确实是讲到说，他会在某一刻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突然觉得他的现状，他非常想脱离，然后他会有一种重新的觉醒。他这个觉醒的点还没有出来，可能还没有那个事情，或是他自己的内在还没有饱满到疲乏或什么的，他还没有觉醒到他现在就要做。哦，所以他确实会有这一关哦。那这一个觉醒的能量是负能量的爆满，而不是正能量的爆满。就是说，他不是累积到一个好的事情，到最后他觉得他要蜕变，不是。他这一个比较像是说，他有一些负能量、坏的东西到爆满的时候，他需要脱离。好，所以到那一刻，他可能就会去做另外一件跟他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或是去做他真正想追求的梦想或什么的。哦，他有这个讯号。那这边月亮牌又再讲一次说，其实这一件事情都还，其实他下一件想要做的事情，他心里其实没有一个位置，没有一个定义，没有一个形象，他只是觉得要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就有讲，其实这里也讲了一次，这边又讲一次哈。以这么严谨的去看他未来想要去走的方向的位置，他还是用一种不知道的概念来说的话，就真的是他现在其实有点困在他的现状里做发挥。他其实有想做的事情，可是他还不知道他真正想做的下一步是什么。他只有一个念头是说，他总有一天他不会再待在这个现况里，他要去走到另外一个领域或另外一个区域里。好，这次再次证明他还会在你附近好一阵子。那圣杯是在告诉我说，你需要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他现在所有做的决定或什么都是他只会听他自己的啦，他只会听他自己的。所以在某个阶段来说，从刚刚我们这样诠释来说，他已经尽力的做到能够让大家都感受到他的好。哦，因为他好像也知道自己有这个固执，
还有反正就是有这个固执，可是他已经很努力的去用更开放的心态跟大家相处了。那这边是对他的性格上的诠释，然后再看一下，只能说从这里看起来他对你有特别的感觉，我觉得还蛮难得的。因为我这边看得到的是，他对光是顾自己的心情，或是顾大家的心情，他其实对大家很好，对大家很公平之外，他又额外的对你有特别的心情的时候，他要把它控制到不跟你表达，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他还算是一种内在感觉蛮丰富的人啦。只是我觉得迫于他的现状或什么，他让自己变得比较冷感一点、冷静一点。那他把他内在的女祭司牌所带的那一种能量发挥到了很极致。他除了内外在要表现得非常冷静判断事情之外，他还要很谨慎的去确定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是否有在你们这个群体里面是否有影响力。我一直脑袋一直出现他是你们的主管，或他是你们的老板，或是他是什么，反正就是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是一个比较大的角色啦，比较强而有力的角色。但是确实他会在某一天就会离你们而去哦，他有这个讯号来，那你跟他的连结真的是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感受里，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感受里。应该也不能说他把它隐藏得很好啦，只是我觉得他是觉得没有必要表达出来而已，没有必要表达出来而已。好，我们再看，好，我再看其他的位置来，这3张先放旁边。好，不见了。好，希望能翻一些别的支线了想看看你跟他的关系或什么的，他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机会来？其实我觉得捕捉他的内容，我觉得捕捉的差不多了因为感觉他跟你的这个联系这个点其实比较淡是他维持的比较淡啦。其实我觉得已经诠释的差不多，但我们还是翻看看会有什么7月出来了，6。我这边有看到他对你的一些期待耶他确实有下定一些主意，是说如果他要离开这里要去下一个地方，他确实是会问你要不要一起去，或是在那个关键点的时候才会问你，才会告诉你说他对你的喜欢这样子。他可能会有一种为了要跟你保持联系，可是他要去比较远的地方，所以他要先跟你告诉你他的心意，至少让你知道有这个人喜欢你，然后其他的决定就在你身上。他这件事情他想过，但是他也不知道告诉你之后会有什么结果，而且要告诉你的时间点也还没有到他脑袋里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感觉是时间还没有到，他脑袋有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他知道时间还没有到，该做的事情还没有要说，但是他心里已经有准备了几个计划，其中一个计划就是说，他如果要离开现状，他也会离开你嘛，所以他一定会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然后再看看他怎么保持联络，或是就问你要不要一起去之类的。我觉得要带你一起去这个讯号还蛮强的，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就是我在讲到一半的时候，就一直觉得他有一个渴望是，如果不能照顾你，不能带身，那不如就带着你去。他有这个讯号，然后权杖6这里就让我看到了那一条路，要一起去的那一条路。只是因为他的内心夹杂了非常多的金币7的那种不安未知，跟他不知道带着你去，然后维持这个感觉是不是能维持这个感情，是不是能够建立出好的未来的情感延续性、持续力，不知道好不好？他对这个其实感觉到不安的。他也对于如果要跟你说他喜欢你，可他却要立刻离去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好？好像还是先不要让你知道，会不会也比较好？他有想过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在这一个思考要怎么跟你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过很多遍，跟很多情况他推理过，可是他的答案都是，应该不好吧？其实他的走向是应该会不好吧，而不是说会不会不好。他的走向比较像是应该会不好，所以在这里命运之轮，
其实命运之轮在这边给他的是一个时间感的智慧。契机点的智慧，让他非常敏感的感受到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是对的，而且要很对。那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应该错的比较多。好，他这3章还在讲这里。所以现在你们应该就是保持现状，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那我慢慢会觉得，你只能从身份上面大概知道他是谁或讲的是谁，但是从感受上或是观察是谁对你做了什么举动，很明显可能感觉不出来，因为其实他很多的概念都是放在心底，他觉得你比较特别，但他不一定真的在具体行动上会让你察觉他对你比较好，或是他根本没有做这件事，他心态上有，可他可能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多做什么事情对你好。做一个小结，他不是把自己隐藏到没有让你发现，而是他的判断里面觉得不让你知道他喜欢你是现在最对的决定。所以我们挖到了一个很深的对你的迷恋。所以你可以想看看你周遭有没有这一个人。如果你在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环境的讯号蛮强的，所以你在工作环境里面的话，你可以想想有没有。如果你没有在一个群里大家一起工作，那我想这一题不知道是抓到未来式还是什么。因为我必须很坦诚的说，这一题真的会比较接近有在跟大家一起工作的环境场合里面会出现的人，就是。但是我要改一个东西，纠正一个东西，或是打一个比较多的可能性是，他不一定是你们的主管或老板，或是那个气场比较强大的人，他可能是你们的环境里面工作量可能非常大的人，或是他的工作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人，也有这个或是他在你们环境里他的工作能力最好，常常受到赞美的人、称赞的人。就是整个工作环境大家都非常需要他的人，有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人来，我们来翻一下你们的连结连结部分。好，连结的话，我用别组。今天用这个好了，不会太亮，用一些淡的好了，用黄。其实前面有非常多排。那么他第一张他要出就出吧。我通常不会这样去选牌啦，我觉得到底我有一个意念想要做的时候，我比较确定。但他这样跑得这么远，那我就顺着他的感觉走好了。刚刚也确实有一个强烈感觉，就是说，好了，他出来就拿他吧。也难得会有这个感觉，通常我会反抗。来。再出一次我偷偷说，你们的2个人相遇的能量，其实在早就已经连接到了，所以你们会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相遇，其实是前面能量就连接到了。所以在这个工作场合里面，它有一个讯息是你们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你们相处起来、工作起来都很顺，不像其他人可能会有一些争吵或什么意见不合，你跟他会很顺你跟他好像一直以来都在同一个 team， 你跟他一起做事，你好像不会出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他都已经准备好，还是都已经整理好，还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本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你们2个连接的能量一开始就很顺，你像是坐着船过来他身边，他现在是从沙漠骑着马过来你身边的，2个是很早就对齐，只是因为你们相遇的情况。他这边只有一个讲说你们是对齐会相遇，但是他没有告诉我说你们相遇是为了爱情、朋友、友情还是家人，没有说这个，只是你们早相遇就是对齐了，而且是一个节奏还蛮近的，在同一个环境里遇到了，所以你们在那个环境工作的时候，其实相处蛮久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才说你们的关系可能会不太一样，不一定是恋人，也有可能是好朋友或是家人都有可能。因为这关系能量很稳啦。那你这边说你们如果真的会在一起，要很近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它有2个讯号。第一，其实你们太近生活的话，就会开始出现比较多的问题，因为你们开始会变得敏感。所以你们如果真的在一起的初期，会有一个大翻牌期，会有一种你们的关系要打掉重练的概念，就是你们原本的朋友关系跟你们原本对彼此的想法感觉会重新洗牌或重来。
因为变得敏感了，不太像之前关系比较有一个隔阂，有一个保护层。等到你们真的很近的时候，最原始的个性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会有一点撞击，会有这一刻，但那一刻才是你们两个关系升华的时候，然后不会打散，不会因为这一个分开而反而是会更凝聚，因为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一个命运之轮就开始转动了，它会帮你们往新的下一个方向走。但是这里有一个讯号是，它并没有很确定你们会走到这一步。因为这个东西在我的感觉里是非常远的一个情境，它不在现在你们的身边，或是不在你们现在要往的路径上，它比较像是说，如果你们这么近的相处了之后，那能量上的结合会先发生这一件事，大概是这样，有点像是预判了，但不是说预知了，是先预判了这个状况。好，来，我再帮你们翻，我觉得还可以翻个4张好了。看小翻，翻一个你两个内在连结的一个隐藏路径哈。好，sorry，颜色很相近，可能很难看得懂哈。没关系，反正圣杯3哈，圣杯3，恶魔牌又出了。我跟你说，恶魔牌出在一模一样的位置，所以我只能说啦，你们两个其实内在有很强的吸引力，互相吸引力啦，在底层很深的底层，只是现在不显化。所以当你们两个越来越近的时候，感受变得越来越敏感的时候，会发现你们有很强的力量在互相吸引着，然后那个时候就变成要求蛮多的，对对方的期待也蛮多的，所以才会有刚刚说的会有第一次的两个人的关系重新打掉重练。会有，因为你们内心那一个最强烈的感觉会在你们很接近的时候会爆发。可是还是要说，这件事情没有一定会发生哦，因为它真的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有预判，如果是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会这样子。好，那比较实际的，现在你们两个相处的话，我觉得你们的感情感觉在现在这个阶段会真的会变得比较像是朋友变成更好的朋友，然后最多会变成知心朋友。好，然后可能要变成在一起的关系、确定关系或是交往关系的话，我觉得这里没有很明确有出现，因为他前面卡了一件事，是卡了他有一个起心动念，是他想要离开他的现状，做一个生活上的大改变，或是工作上的大改变的时候，他内在的那个水能量或心境才会有所改变，他那个情感上的很小很小，就一两层那个小能量，它就会被扩大，因为它其他的空间的那个负担感被卸掉了，所以其他空间就让出来了，所以就可以填补更多的水能量、感情能量进去。所以那个时候感情能量丰沛的时候，它就会到了比较像是他能够跟你告白、跟表达对你的感情的时刻就会到了。可是现在还没到那里，因为他还没有想要卸下他现在的，他们想要做一个大改变的时刻，一定要等到那时候才有。那在这事情发生之前，左右你都还会在这个附近啊，你不会离开它附近啊，因为这边没有一个，因为你的能量在这边像是一个盯住的，不太移动的，只要它还待在这边，你就会在这边。好，那好，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这个比较需要一点等待一些契机啦。那它会不会有一个大改变？其实是不一定有的，没有说一定有，因为这一条路像是现在这一条路，它做一个大改变的那一条路，其实现在门是关起来的，好像还没有一个钥匙，所以他现在真待在这里，所以才会说他有一种他困在这里的感觉，但他也没有抱怨，但是他的身心他是困在这里的，他有很多事情他想做以前还没有办法施展开来，等到他拿到那把钥匙的时候，他打开门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一定要离开，他一定要去下一个地方，然后他会觉得说他不想把你留在这里，他的概念是这个哦，他不想把你留在这里，所以他想带你走，好。那你如果一定要留在这里，他要去的话，所以他会告诉你他喜欢你，因为他希望你们还有联系，差不多是这样，概念是这样。好，那这个故事应该就这些了。好，只能先告诉你这些。好，因为在挖都我觉得太边边，因为他都已经挖到一些预判的东西，都还不是好像路径上会发生的，他已经都挖到一些预判的东西，那我就不挖了哈。那就先这样哈。那是选了3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未来的方向感哈。那就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